Hello，大家好啊，我是阿勾力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观众来问我啊，双均线这个系统啊还有没有用？如果是加上评价保护啊、跟踪止损啊、资金管理这些还包括仓位管理啊这些功能之后啊，究竟这个策略还有没有盈利的能力啊？包括这个策略应该怎么写啊？怎么实现自动化的？就这些常规的问题吧，都快成为月经问题了。时不时的还有个别的观众会说啊。他就觉得其他的这些交易系统啊，可能都不太好，说他自己就是使用简单的经典的双均线系统啊，配合合理的止损啊，就能够达到盈利的目标。说实话啊，我承认啊，这个双均线交易系统啊，呃，就不说双均线吧，就是类似于均线交叉的这种系统。是我们绝大部分做技术分析的交易者最开始学习的时候都会接触到的一个交易方法因为它确实很简单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执行下去。但是它现在还有没有效果我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我能确定的就是你不能以一个短时间的结果去评判一个策略能不能盈利。大家简单的思考一下就是类似于这种均线交叉的系统它在趋势性比较好的交易环境下，它肯定是能够盈利的这毋庸置疑但是你趋势走完了呢，这个市场它走向震荡了呢，你在趋势的这些盈利还能不能 cover 掉你在这个震荡的亏损？算了，我也不多说废话了我感觉就是说再多也没有用就是总有一部分人他是不看你视频内容的，他根本不看你想表达的东西他只是想单纯的输出。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双均线交叉的这个系统就这个方法，把它用代码写一下，然后给它加上这些评价保护跟踪止损这些东西如果你是对于这个经典的方法确实是有一些好感有这个信任的程度，那么你也可以跟着视频把这个大体的这个源码把它写下来copy 下来，然后再加上你自己一些认为有效的交易逻辑你把它加进去把它融合进去，你把它写下来嘛，然后测试一下，不就知道有没有效了？这样就省得我老是去做一些非常没有必要的这个无效的交流总是有人问呢，然后我又不想去回答这些东西，我不回答的话又显得我很高冷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写完之后，你们自己想加什么你自己去加，然后后面我们就不再去纠结说要不要回测之类的这些东西好，那我们打开我们的 IDE就是这个代码编辑器，你们可以使用 MT5 自带的这个 MetaEditor我这里就使用这个 VS Code代码层面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就是新建了一个 MQ5 的文件这个应该不需用再演示了吧？这个就是新建一个文件对了还有观众说我剪辑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剪辑尤其我分享这个源码实现的这个过程它是很长的，并且中间可能会夹杂着这个单词写错思考一些停顿我如果不剪辑的话，这个视频就长的没边了毕竟我这个视频它是要分享在公共的平台我是想让更多人能够看到的太长的视频就很少有人能够观看下去有的观众就觉得我这个剪辑的这个过程好像对他隐瞒了什么，导致他跟着我程序写下来然后回测的时候发现有问题不开单之类的。这个我要狡辩一下，就是如果程序有问题你在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个 bug 了，它就会给你报有 errors 有 warnings 的问题。说实话，它跟我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的代码它是肯定可以运行的。那么极有可能就是你在跟我写的这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马虎大意了写错了然后才导致你这个开单有问题。尤其是一些大于号、小于号、等于号之类的，这也很正常尤其一些小白，他对于这个整体的代码的逻辑没有自己的理解的话，可能就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那么我今天就是直接不剪辑我也省心了，我就把写代码的这个全过程全部展示出来，你看一下究竟是这个我的问题还是说你的问题这个锅我是不能轻易的就背下来的。好，那我们就开始。首先我把这个常规的我这个个人习惯吧一些版权信息写一下，你们可以不写的然后就是导包
就是引入相关的这个库。首先就是我们的 trade 下的这个trade MQH 导入包之后，常规来说我会再创建一个对应的这个实例啊，这是必须的啊。trade 对象，然后再引入我们这个，算了，后面再说吧。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参数相关的这个设定写一下。首先是 EA 的基础设置，然后是我们的 match number， 给它一个默认值888，写一个注释，注释就是魔术号。你看我这如果不剪辑的话，这个视频会拖的有多长啊？这使用 S input， 它不需要被优化的参数，所以我们使用 S input。接下来是我们的止损类型，我们常规来说会有4种类型啊，固定金额，然后固定手数啊，然后还有这个百分比，还有子账户的百分比。我这里的话就演示一种吧，就使用这个固定金额的方式，固定金额，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止损依据，100美金，止损依据，止损依据，固定金额止损。编译一下，这是 EA 的基础设置。然后我们的双金线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快线，还有一个慢线。把这个 copy 一下，均线这个取名叫个均线设置吧。然后是我们的 fast MA， 默认值给它取个50，这个就不用备注了，大家应该能够明白的。然后是我们的slow MA， 就用 int 类型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是需要做参数优化，所以我们就不使用S input 了。那么还需要的参数就是我们的我们这里使用固定点数啊，就是止盈和止损的点数，写一个止损、止盈，这个还是 int 类型。然后我们是take profit points 吧 points， 然后给它一个默认值10大点，然后是我们的stop loss points 啊，我们也给它一个默认值，就是10大点啊，这是我们的止损和止盈。好，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他们具体的这个句柄写一下。fast MA handle， 快线的句柄，慢线的句柄。然后是除了句柄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放置一个这个 buffer 啊 ，fast MA buffer 宿主 ，slow MA buffer， 然后就是我们的 on 以内的方法，我先编译一下没有错误。int on init， 然后我们在这里做一下这个句柄实例化的操作。fast MA 就等于这个 IMA 下的这是我们的 symbol， 然后是我们的时间周期
接下来是我们的 fast 的参数啊 ，fast ma，fast ma，然后是我们的 shift 的话就是传入0 mode 下的 SMA， 然后下的 price close。slow ma 的话就是同样逻辑啊。大家注意，我这里使用这个 VS Code 的话，它有一些这个代码提示啊，就是直接使用 table 它就会显示出来。slow ma handler， 然后 slow ma 0 SMA price close 啊，就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是把这个 trade 类trade 是 set export expert magic number。最后的话，给它 return 这个 init success， 编一下。U 还写错了，我看一下啊，这个大写啊，这个 S 是个大写。我预感这个视频会很长很长。我尽量是把一些中间间隙的这种空白啊给它剪辑掉，不然的话这视频没法看啊。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 untick 的方法。undelete 的方法我们这里暂时不写，用不到，就 untick 的方法。我们这里会在这里做一些均线交叉的这个逻辑上的判断。我单独写一个函数吧，写一个函数ma plus this， 然后是 copy buffer， 获取我们的 master ma handler， 然后是我们的第0个下标，从0开始获取，因为它是均线交叉的话，我们是判断需要2个值啊，就是当前值和前一个值，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它发生了一个交叉的状态啊，所以我们获取2个fast ma buffer 啊，没毛病 ，slow ma buffer， 然后是看一下它这给我们弹的对不对啊，然后是fast ma 0，还是 fast ma 1大于我们的 slow ma 1，然后 fast ma 0小于我们的slow ma 0，这样的话我们是给它 return 1 return 1啊，没毛病。然后我们还需要判断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fast ma buffer 1小于我们的 slow ma buffer 1，并且 fast ma buffer 0是大于我们的这个 ma buffer 0。没毛病。其余的就是给它 return 0，这就获取到我们一个均线交叉的一个状态啊。编一下。大家注意，我这里是使用的这个没有把这个 fast ma 进行一个倒置啊，所以我这里的0和1，如果你经常对我代码熟悉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些逻辑上认知上的错误啊，你可能会认为这里是0。这里是0，这里是1啊，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使用那个重置数组的代码，所以这样写是没毛病的。好，有了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开仓了。我们先获取一下 ma cross states， int result 等。然后我们判断一下，如果是1的话，我们是要进行买入；如果是0的话，我们需要进行这个卖出。没毛病，但是我还需要获取一下我们的ask 价和 bid 价。symbol info double 下的 symbol 下的 ask， 然后 bid 价格。
获取到之后，我们进行这个开仓的处理。在这之前还是要判断一下，判断一下这个当天持仓啊。这里的话我就直接使用这个 positions total 啊。如果是你还有其他的 EA 的话，就不能这样判断了，你需要根据它的这个 magic number 来获取到它下面的这个交易笔数啊。我在其他的这个源码分享的视频中多次演示过了，我们今天就不再演示了，这个节省一下时间啊，所以我直接使用这个 positions total 来进行判断了。做多的话，我们就是 trade buy， trade buy 这个首先是 lot size 啊，我们这里先给它固定一个 0.01， 然后是我们的symbol， 然后是买在 ask 价。我们的止损的话就是 ask 减去我们的 stop loss point 乘以我们的point， 然后是我们的止盈的话就是 ask 加上，基本上就是它给我们提示的这个，就是 ask 加上 take profit points 乘以这里的 points。再接下来的话是什么参数？但是有时候它不给提示啊。再接下来应该就是一个 comment 啊，就是一个备注啊，买单，黄金线系统 buy， 对了，大写的 buy， 这是做多的啊，然后我们再把做空的是差不多的逻辑啊，做空的就是倍的价格，倍的价格加上 stop loss， 这是我们的止损，倍的价格减去 take profit points， 我们的止盈，改一下 comment，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编一下，没毛病。再检查一下啊。positions total。好，我们编一下，看一下它这个在盘面上的逻辑是不是正确啊？有时使用这个VS Code 来进行编译的话，它可能有问题啊，所以我会在旁边这个窗口啊，再打开我们的MetaEdit 进行编译一下。好，编译没问题的话，我们再打开我们的 MT5，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Class 双均线系统下的双均线系统，然后把你要测试的这个，我们就以欧美来测试吧，然后1小时，没必要那么远啊，我们只是看一下它逻辑正不正确啊。这里写大一点啊，写大一点便于我们观察，白一点，看一下。均线交叉的时候有没有做单？有。这里的话是均线产生了交叉，我们在这里的开盘价做了一笔空单，然后我们的止损的话是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有个小数字啊，这里是100大点，止盈的话也是100大点，没毛病的。多空都是正常的开单，正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它把这个评价保护啊，就是找一笔盈利的，做多，哎呀，太快了啊！比如说这笔多单啊，它如果是进场之后，我们止损在这里啊，它如果能，比如说我们设定它如果盈利了45点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止损向上移动一定的点数。你可以是移动到这个评价保护的位置，或者说是你也可以设定到它移动到比如说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进场价25点的位置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评价保护的逻辑啊，我们把它写一下。
不能随地大小便啊。出去了一下哈，我们继续啊。刚才是讲到这个，刚才是演示了一下我们这个开仓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屏保给它加上啊，屏保的功能。屏保和我们待会儿还要讲的这个移动止损，我们统称为它一个持仓管理吧。然后我们给它定义一个布尔类型的变量，是否启用这个break even。是加个注释啊，是否启用评价保护？然后给它定义一个触发的点数和一个触发之后需要移动多少止损的一个保护。break even， 然后 trigger point， 给它一个默认值，比如说5个点，评价保护触发点，然后是评价保护移动点吧。移动点break even move 下的 points， 这是我们评价保护的这个注释再加一下，止盈点数，止盈点数和止损点数，止损。好，我们在这个开仓之后给它补充，我们就写在这里啊。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 break even， 写的什么来着？use b， 如果用户没有启用的话，我们直接就给它 return 出去，就不执行了。如果启用过的话，我们给它做一个判断 for 循环，我们判断一下 i 等于0，然后 i 小于，我们这里是直接，我这里偷懒一点，我直接就使用这个 positions total 了啊。但是如果你是有多个持仓的话，多个不同种类的 EA 的话，那么你需要根据这里的这个magic number 来进行一个判断啊。这个我们之前也多次演示过了，我这里偷个懒，我直接使用 positions total 了。首先获取一下它的这个 ticket 与 position get ticket 还有 i， 然后获取它的这个类型。对，这里需要给它进行一个强转啊。获取它的持仓类型 ，position get integer 下的 position type， 然后我们再获取一下它的 magic number 啊 ，magic number 就等于这个还是差不多的代码 ，magic number，magic。然后再获取我们的这个持仓的开仓价，持仓的开仓价就等于position double 下的 position open price， 还要获取一个 current price，
position current price， 然后再获取一下，因为我们要对这个止损需要获取，止盈也需要获取。现在 AI 确实很方便，它大概都能猜出我们想要做的内容。然后我们再定一个current 减去 position open， 也就是我们的distance。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if type buy 的话，就是使用这个distance 就等于我们的 position current 减去我们的 position open 除以我们的 point。针对于空单的话，我们要倒置过来，就是我们的 distance。然后我们判断一下，如果这个 distance 是大于我们的break even trigger point 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止损往上拉。这里的点 position modify 传入 ticket，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开仓价，然后加上我们的 break even 需要移动的点数再乘以我们的 point， 然后把我们的 TP 对，然后是把我们的 position 的 take profit 也给它填入。这是多单，这是空单的话也是很类似的逻辑，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如果这个等于 sell 的话，并且我们这里的 distance 大于等于我们的 break even trigger points 的话，我们就给它修改一下我们这里的止损，编一下。哪里出错了？第71行，71行是position open position get double 下的 position price open 写成 open price price open 编一下。position 也不能全信 AI 啊，那有时候提示的这个函数都不对啊，这样就对了。你检查一下这个逻辑有没有错误。确实有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啊，就是我们不能让它一直持续不断的更改啊。对，我们先要把这个判断一下 position 的止损是要处于这个针对于多单的话，止损要是处于这个position open 之下的话，我们才会进行position modify。针对于空单的话，也是同样的逻辑，这里是反过来，对，这样的话整个逻辑才是完整的。看一下，应该是没有报错的，因为我们只是添加了一个条件而已。好，我们编译一下之后，在盘面上看一下，它应该是不会报错。好，我在旁边这个屏幕上把这个再使用 MetaEditor 再编译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设置的大一些，100啊，可以了。然后触发点的话，我们给它写成10个点吧。如果到10个点的话，我们给它移动到0的位置。0的话，那么根据我们这里的逻辑计算的话，它就会，我们这里的 break even move points 如果是0的话，那么它就会移动到我们这个position open price， 也就是我们当前持仓的这个开仓价，相当于是做了个平价保护。如果你的逻辑是达到一定点位之后，比如说这里的20点之后，你不只是想做平价保护，你还想让它锁定一部分利润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利润点数写在这里，比如说10个点。不过我这里为了方便演示啊，我直接填入0，这样的话我们肉眼的话是比较好观察的啊。我们这里是20个点触发，看一下啊。
等一个开仓。看一下，止损和止盈都是正常的。然后如果我们这里空单打到差不多20个点，也就是这个位置附近的话，我们这个止损的价格就会移动到这里啊。如果我们代码没问题的话，看到了吗？它应该是在这根 K 线啊，在这根 K 线达到了差不多20个点的位置，刚好20点，20个大点的位置，然后它会把这个止损设置在跟我们开盘价的同一个价位。好，下一根 K 的话就达到我们这个廉价保护的价格啊，止损平保出场。再观察一个，这是空单的啊，这是一笔多单，一笔多单它运行的很快啊，它是进场之后马上就很快的位置就在，它大概率应该是就是这一根 K 啊。这根 K 应该就打到了20个点的位置，然后它移动到了这里啊。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太快了。这个评价保护的功能应该是没问题的。这里再给它改一下，移动到10个点的位置，太大了。30和10，30的话，那么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大概这个位置。它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止损向下锁定多少？锁定10个点的利润，也就是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吧。看一下，大家看啊，暂停一下，那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10个点，对，10个点的利润，因为它已经达到了30个点的 trigger point， 然后它会把止损锁定在10个点的利润。好，这就是我们评价保护的功能。好，不再演示了，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了。好，视频也比较长了，这节内容就先到这吧。我会大体的剪辑一下，因为中间有的时候确实停顿的时间比较长啊。如果只是空白的内容的话，有点浪费时间啊，所以我还是会稍微剪辑一点的。好，那就这样啊，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